清河啊，你们天天住在这租的房子里，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。你看，要不你把那18万8的彩礼拿出来，我们再凑首付，给你们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吧。妈，那彩礼，我妈当初说好了，那是给我的嫁妆钱。彩礼不就是走个过场，到头来还不是花在你们小家？我这当妈的还能打算贪你们1分钱不成？青青啊，妈说的有道理，租房子确实不稳定，等过几个月孩子出生了，总得有个自己的窝不是？自己的窝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房子就是我的。我想想吧。有什么好想的？那18万8放着又不会生崽儿，换成房子好歹是个足等资产。明宇，你说是不是？妈说的对。妈，婆婆昨天让我拿彩礼出来买房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想想。想什么想？直接告诉他没钱。那彩礼18万8呢？他要是细问起来，你就说花完了。现在的产检、孕期用品、各种营养品，哪样不花钱？他要是真敢跟你细算，你就一笔一笔列给他听。妈，你说我这婚是不是真的结错了？青青，这门亲事妈当初反对过，但既然是你自己选的路，妈只能尽全力给你兜底。你记住，那套房子是你最后的退路。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房子，98平，朝南，对口市重点小学。签合同那天，我妈穿着她那件洗得发白的外套，一次性刷了全款。而我妈当时只说了一句话：给我闺女一个有光的地方。明宇，快尝尝，妈特意炖了你最爱喝的排骨汤。青青啊，你也多喝点儿，这里面加了药材，对肚子里的孩子好。青青啊，昨天跟你说的那彩礼的事儿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妈，那笔钱我已经用了一部分了。现在的产检、预检、叶酸、钙片，还有乱七八糟的孕妇装，零零细细花了不少。用了多少？7、8万吧。7、8万？你产检去的是什么金窝银窝？用得着那么贵的医院？我当年生明宇那会儿，前后后一共花了不到2000块钱。妈，现在物价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哼，那不是还剩10万吗？10万也能凑个小户型的首付了。我跟你爸商量过，我们老两口再添5万，够首付一套小2居了。那后续的贷款谁来还？当然是一鸣还啊！他一个月工资8000，扣掉月供3000多，那不是绰绰有余？工资8000，每个月还要固定给他妈2000孝敬钱，再扣掉日常吃喝交通，他能剩几个钱？到头来还不是要搜刮我的嫁妆？先吃饭吧。苏清河，我跟你谈正事呢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妈，您能让我安安稳稳把孩子生完再说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大女儿雅婷结婚的时候，我可是添了20万，你们这边我1分钱都不打算再添了。你就不能好好跟妈说话，非要闹成这样？你觉得我刚才哪句话说的不好听了？行了行了，先吃饭吧。苏清河，你这都怀孕5个月了，怎么看着反而瘦了？脸色也这么差？没事，可能最近孕吐反应有点大。听说你嫁给陈明宇之后住进了新房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？得了吧，你这表情可一点都不像还行的样子。
既然你不想多说，我也不逼你。不过有个消息得告诉你，你们住的那个小区的房子最近涨疯了。涨了多少？你住的那种98平的户型，现在的挂牌价基本在220万左右。如果楼层好一点的，240万都有人抢。我妈买的时候才160万，短短2年竟然涨了60、70万。那边马上要开新地铁了，对口的小学也刚提了技能部长嘛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现在住的那套房到底是不是你的？明白了，多的我不问，有需要随时找我。哟，嫂子回来了。雅婷来啦。我来看看你们这房子，这装修可真够土的，地板也都旧了，你们住着不嫌膈应啊？还好，习惯了。要我说，租的房子就是不行。我要是你啊，早就想办法买房了，一直租房住，以后连孩子上学落户口都成问题。是啊，慢慢想办法。我妈都跟我说了，让你把彩礼拿出来凑个首付，10万块钱在合适的地位买个小户型够了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买房位置一定要选好，别图便宜选太偏的。雅婷，你结婚的时候婆家给过多少彩礼？38.8万呀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？那钱当然是我自己收着。你的彩礼你自己留着，我的彩礼倒要拿出来给陈家买房。那能一样吗？我婆家自己有房子，你们现在可是无房户。行，这事等晚上明一回来，我跟他商量。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，你说什么他都听我妈的。今天你姐过来了。我姐就那直来直去的脾气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她是替你妈来传话的，还是让我拿彩礼出来买房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为了孩子，咱们迟早都是要买房的。陈明宇，你算过账吗？你1个月工资8000，每个月固定给你妈2000，以后要是再加上还房贷3000多，算下来就剩2800，你拿什么养孩子？工资以后总会涨的。什么时候涨？你别老是这么死追着问行不行？我在公司压力也很大。行，那你明天告诉你妈，彩礼钱我已经全部花完了。你怎么花的？在她眼里，那笔钱从来都不是给我的，只是放在我这里，让她随时支取的备用金罢了。定期的产检，大大小小的孕检，各种进口营养品，还有换季的孕妇装。你要不信，需要我把账单翻出来一笔笔跟你对吗？你能不能别在屋里抽烟？不知道我怀孕了吗？苏清河，咱俩今天必须好好谈谈。谈什么？如果是你妈让我出5万块钱给表弟结婚的事儿，免谈，我不出。你听我说完行不行？我表弟马上要办婚礼，我妈在亲戚面前面子上过不去。这钱只是借过去周转一下，我妈说了，最多3个月就还。你妈面子上过不去，她为什么不拿自己的钱去借？我妈的养老钱那是留着要给我姐换车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她的钱要留给她的宝贝女儿，我的嫁妆钱就要拿出来补贴你们陈家的亲戚？你就不能通融一下？大家都是一家人。不能。苏清河，你那30万嫁妆天天捂在卡里干什么？能生出多少利息来？你妈不就是个开破小超市的吗？能挣几个钱？你以为这30万够你吃喝花一辈子？陈明宇，你知道我妈是怎么挣来那30万的吗？她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开了15年的小超市，每天早上凌晨4点准时起床去批发市场进货。现在一到阴天下雨，膝盖疼得连路都走不动。别拿你妈跟我妈比！我没想跟她比，但我明确告诉你，这笔钱我1分都不会出。苏清河，你如果一直这么斤斤计较，这日子我看也别过了。哎，苏小姐，您好，您好，正想找您呢。上次您母亲过来交的那笔物业费，物业费怎么了？
哦，是这样，您母亲当时一次性预缴了5年的物业费，下次她要是再过来，您方便帮我们在系统里重新登记一下她的联系方式吗？毕竟系统升级，业主信息需要。老周，啊，怎么了，苏小姐？这件事儿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保密，千万别跟任何人提起。明白明白，瞧我这嘴。苏小姐您放心，我刚才什么都没说，系统里的事儿我自己处理。哟，嫂子，雅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路过，不过我刚刚好像听见什么一次性交了5年物业费，你们家开销挺大，你们不是租的房子吗？哦，是房东在外地不方便，让我妈帮忙代缴一下，到时候直接从我们的房租里扣除。这样啊，行，那房东人还真挺信任你们的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妈，出事了！老周刚才说话被陈雅婷撞个正着。他听到多少？不确定，但他绝对起疑心了。我虽然骗他是帮房东代缴，但以他的性格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万一他去查房产信息怎么办？别慌，房产证上是你的名字，普通人根本没有权限去房管局查别人的隐私，除非他们能找到体制内的关系。我想起来了，陈雅婷的老公就在住建局上班。我知道了，青青，你别自乱阵脚，剩下的事情妈来想办法。这房子装修的可真是不错，房东之前装的。哪个房东舍得花这么多钱，把这么好的房子装修完再租出去？苏清河，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件事，你老实回答我。您说，这房子到底是租的还是买的？租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苏清河呀，苏清河，你瞒的可真够深的。我早该想到，陈雅婷的老公在住建局，动用关系查个人房产信息，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。妈，这……别叫我妈了。你有房子，却一直像防贼一样骗我们说是租的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房子是我妈买的。你妈买的？你不是说你妈就是个开小超市的吗？她哪来这么多钱全款买房？她开小超市攒了15年。15年？开个破超市15年能攒100多万？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说，你妈到底什么来头？还有没有其他资产瞒着我们？妈，这是我的婚前财产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嫁到陈家了，你的东西就是陈家的。法律上没有这种规定。你跟我谈法律，行啊？那我也跟你谈谈，你如果不把这套房子加上明宇的名字，我们陈家以后绝对不会认你这个儿媳妇。怎么了这是？你自己看看，你媳妇儿有房子，全款买的，一直骗咱们说是租的，100多万的房子啊！嗨，这房子加上我的名字不就行了呗？清寒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你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告诉我你有房子？我妈不让我说。你妈不让你说，你就不说呀？你妈，你都嫁人了，你现在到底是听你妈的还是听你老公的？陈明宇，你上次也这么说，前几天你逼我拿彩礼出来买房，现在发现我有房了，你们又要加名字，你们陈家到底图什么？什么叫我们图什么？你有房子故意隐瞒，你这就是把我当外人。我问你，如果这房子不是全款买的，而是身上背着100万贷款的，你们今天还会逼着要加名字吗？那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是不是只有占便宜的时候，我们才算是一家人？苏清河，你这话也太难听了。因为真话往往就是这么难听。
行，苏清河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名字你加不加？不加，这是我妈用15年的心血一分一厘给我攒出来的，没花过你们陈家1分钱，凭什么加你的名字？就凭我是你老公！老公就能自动拥有老婆婚前财产的所有权吗？好，你牛。我回我妈那儿住几天，你一个人在家里好好想想吧。苏清河，你这几天怎么回事？陈明宇又跟你吵架了？陈明宇他们家想让我妈给我买的房子加上他们的名字。糊涂！苏清河，你记住我的话，这套房子你死都不能让步。我知道，不，你根本不知道这背后的利害关系。你知不知道你那套房子现在值多少钱？你上次不是说220万到240万吗？那是上个月的行情了。上周中央政务区的规划公告正式出来了，你们那个小区被划进了核心重点发展片区。现在那个楼盘的二手房挂牌价已经飙到260万了。明年地铁通车，再加上学区提调，3年之内破300万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破300万，我妈当初买的时候只有160万，所以你绝对不能加名字。你一旦加了名字，在法律上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。万一以后走到离婚那一步，他只要一打官司，就能白白分走你150万。你妈一辈子的血汗钱，凭什么双手奉送给这群算计你的人？林可，我怎么觉得他们一家人从一开始娶我的时候就在算计我？你才发现啊？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的房子，你的钱，你做主。他们闹就让他们闹去，法律是站在你这边的，千万别拿孩子当让步的借口。你现在退一步，以后孩子在他们家更不会被善待。你妈给你留了退路，你可千万别自己亲手毒死。清河回来了，快过来坐。这位是我朋友，专门做房产过户的，今天正好有空，把你们加名字的手续给办了，材料我们可都带过来了。我没说过要加名字。哎呀，先坐下听听嘛。来，孙律师，你跟清河好好说说。苏女士，其实，在婚姻存续期间，一方将婚前房产，在法律本质上属于一种自愿赠与行为。从法律程序上来说，只要双方签字。谢谢孙律师。正因为我知道法律规定，所以我不加。苏清河，妈，这房是我个人财产，我妈攒了15年的血汗钱买的，如果我把明宇的名字加进去，等于我妈这15年白干了。你妈的是你妈的，你嫁到陈家就是陈家的人，分那么清干什么？嫁过来就是陈家的人，那结婚这2年，陈家给过我什么？怎么没给？明宇每个月不是按时给你2000块钱吗？陈明宇1个月工资8000，给你2000，还他自己的信用卡1000多，剩下的2800够干什么？这2年家里的吃喝拉拉、物业水电全是我掏的钱，真要算账，我贴进去的钱比他给的多得多。你这是翻旧账！我不是翻旧账，我是跟你们算清账。嫂子，你少在这装委屈，100多万的房子连个名字都不舍得加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弟当成你老公？雅婷，你老公出的全款买的婚房上面加你的名字了吗？那不一样，我的房子是我老公买的。对啊，你老公出全款买的房写他自己的名字，那我妈出全款买的房写我的名字，有什么问题呢？那个陈哥，这既然是你们的家务事儿，要不你们先商量，我就先走了。陈明宇，你看看你媳妇儿，你到底还管不管了？清河，你再考虑考虑。不加名字是吧？行，真当我们陈家是吃素的，走着瞧。苏清河，你醒着吗？醒着。我妈说了，你要是执意不加名字，就让我们离婚。那你怎么想？你不想离婚，但你更不想反抗你妈。
陈明宇，你知道吗？从你得知这套房子存在的那一刻起，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在这个城市有了家的安心，而是盘算着怎么把你的名字加进去。我那不是……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妈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懂，所以我才一步都不能退。我今天退一步，明天她就能逼着我卖房，后天这笔钱就能全部进到她的口袋里。他不会的，她会，她为了给你表弟凑结婚的面子，连我30万的个人嫁妆都能算计，这100多万甚至200、300万的房产，她怎么可能放过？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想想。可以，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绝对不能背着我做任何跟这套房子有关的决定。接下来的一周，表面上平平浪静，陈明宇每天按时上下班，甚至主动做饭陪我散步。直到我接到小区物业的电话，说有一男一女2个中年人试图冒充家属违规调取我的购房合同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苏女士，根据你提供的信息，我有3点律师意见。郑律师，您请说。第一，这套房产是由你母亲在婚前全款出资购买，在法律上这属于非常明确的无争议的个人婚前财产，没有任何人有法律权利强迫你加名字。我明白。第二，关于你婆家旁边提供的这张是第三方代办公司的章，这说明他们是通过非常规渠道违规获取的他人不动产信息，这已经涉嫌违反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。这份单子你一定要收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。好，我留着。第三，你现在已经怀孕7个月了，从法律层面上说，在女方怀孕期间、分娩后1年内或终止妊娠后6个月内，男方是绝对无权提出离婚诉讼的。但如果是你主动提出，郑律师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我现在还不想走到离婚那一步。明白。但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做最坏的打算，提早收集证据。从今天起，和他们的所有沟通尽量走微信留下文字痕迹，如果是打电话，必须全程录音。郑律师，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担心，如果他们趁我生产或者不注意的时候伪造了我的签名和文件，偷偷去把房子过户或者抵押贷款了呢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你明天带上产权证去一趟不动产登记中心，直接申请办理一个限制交易备案。只要这个限制不解除，任何人都无法对这套房子进行过户或抵押。走出律师事务所，我直接打车去办了限制交易备案，又去银行把我的30万嫁妆和仅剩的12万彩礼转入了一张陈明宇根本不知道的新卡里。做完这一切，天边出现了很好看的晚霞。清河，去吃点好的，妈给你兜底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清河呀，我来看看你，顺便跟你说个事儿。爸，您有话直说吧。是这样，你妈就是你婆婆，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去医院查出来长了个纤维瘤，大夫的意思是得赶紧安排做手术。需要多少钱？手术费加上后续的住院营养费，大概需要8万块左右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家的积蓄之前都让你妈拿去补贴雅婷买车买房了，这手里实在有点紧张。清宇，你看你能不能先拿几万块钱出来，帮家里周转一下？借多少？5万，成吗？又是5万。上次说借给表弟结婚，这次换成了婆婆动手术。爸，婆婆生病做手术，这笔费用理应由您和明宇这个做儿子的共同承担。是，我知道，但明宇每个月工资就那么点儿，我的退休金也才3000多。那雅婷呢？身为亲女儿，她不出吗？雅婷说，她最近手头也紧，拿不出钱来。手头紧，她上个月刚买了一个3万多的名牌包，朋友圈现在还挂着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她没把我屏蔽。
那是她老公买给她的。她老公买的也是他们小家的钱，她出不起亲妈的手术费，却买得起3万块的包，凭什么每次陈家一要用钱，就要从我的嫁妆里掏？清河，这次真的是借，等过了这阵子，爸，上次说借给表弟结婚的那5万块钱，到现在1年多了，陈家有任何人提过还钱的事吗？苏清河，那是我妈，她现在躺在医院等着做手术，你就当是帮我这一次行不行？如果他平时对我有一丝体贴，如果他在我妈全款买的房子加名字这件事上，哪怕帮我说过一句话，或许我现在都会心软。但他没有。明宇，手术费我可以出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写借条，注明金额、还款期限，按手印，由你陈明宇作为借款人亲自签字。你让我跟你写借条？苏清河，你别忘了你是我老婆。对，我是你老婆，但你妈之前在医院也亲口说了，不加名字，你们陈家就不认我这个儿媳妇。既然不认，那我们就按照外人的规矩明算账。行，写就写。爸，5万块已经转到明宇卡上了，不用谢，到期按时还就行。我这次做纤维瘤手术，前前后后全靠苏清河借给我们的钱，我亲女儿雅婷1分没出，钱可不是白用的。她逼着我儿子一明写了字据借条，按了手印。大家瞧瞧，这样的媳妇儿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陈家？有没有把明宇当老公？这也太见外了吧！都是一家人，不意外。他连200万的学区房都不写我弟的名字，自私透顶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，我去高铁站接你。提前说了，你肯定不让我来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陈明宇呢？婆婆刚出院，她在那边照顾呢。没事儿，清河，妈过来伺候你坐月子。趁热喝，妈特意在老家炖好了带过来的。妈，你觉得你这辈子最值的一笔投资是什么？你呀？怎么了？嫌妈做的汤咸啦？没有，特别好喝。苏清河的家属是个女孩，6斤4两，母女平安。妈，清河生了吗？对不起，路上太堵了。怎么是个女娃啊？你说什么？有种你再说一遍！哎呀，亲家母，我没说什么，女孩也好，女孩也挺好。那个清河，孩子名字你想好了吗？跟我的姓叫陈，姓苏，孩子跟我姓，
叫苏诺。你说什么？孩子凭什么跟你姓？那可是我们陈家的种。陈家的种，10月怀胎的人是我，每一次产检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，手术费是我写借条出的，现在坐月子是我妈来伺候。请问你们陈家为了这个孩子付出过什么？陈明宇，你听听，你媳妇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清河，孩子姓氏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们能不能商量商量？没得商量。行，你们苏家厉害，有本事这孩子以后你们苏家自己养，我们陈家1分钱都不会出。苏清河，把家里闹成这样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我很满意。清河，还没睡呢，来，把牛奶喝了。我今天顺路买了你最喜欢的花。陈明宇，你有话直说。瞧你说的，我是你老公，对你好点不是应该的吗？你上一次主动给我倒水，是逼我在房产证上加你名字的那天。清河，我这段时间在外面住，想了很多。以前是我不好，太听我妈的话了。加名字那事儿是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我跟你道歉。这房子是你妈买的，我不该惦记。哦，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就是想搬回来，为了小糯米，我们一家3口重新开始，好好过日子。行啊，那你明天就搬回来吧。不过有一点我得提前告诉你，我妈把老家的超市盘了，半个月后她也会彻底搬过来，跟我们一起住。应该的，妈来帮咱们带孩子挺好的。原来如此，他不要加名字了，他要的是这套房子这2年涨上去的100万增值款。只要他搬回来，营造出共同维系家庭的假象，离婚时就能分走50万。他不是回心转意，他是在为离婚分钱做准备。我不再对这个男人抱有任何幻想。妈，你说的对，人性真的看不透。但这一次，你们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拿走1分钱。郑律师，陈明宇搬回来了，他可能在打我这套房子婚后增值部分的主意。苏女士，你老公做的没错，从法律策略上来说，婚前全款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确守争议，但你不用太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房产是你母亲出资购买登记在你名下的，增值部分也应归属于你个人。但前提是，你要证明这套房子跟婚后共同生活没有关系。那他搬回来住，他住在里面不代表他对增值有贡献，居住行为不等于增值贡献。但你要小心的是，他可能会偷偷做一些事，比如出钱维修、装修、缴纳物业费或者水电费，然后保留票据作为贡献证据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所有的物业费、水电费、维修费你自己交，保留好所有的票据和转账记录，不要让他经手任何一笔跟房子有关的费用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婆婆之前威胁你不加名字就离婚，如果她发现拿不到房子，很可能会另想其他办法，比如让你老公争孩子的抚养权，以此次为筹码，跟你谈房产分割。2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归母亲，我有固定住房，有存款，有我妈帮忙带，怎么就没有抚养能力了？我说的不是这种情况，如果他们编造一些东西，产后抑郁、精神状态不稳定，
家庭暴力倾向，这些东西说出来容易，澄清起来很难。苏女士，我不是要吓你，我只是提醒你做好最坏的准备。我明白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3件：第一，保护好你的房产；第二，收集好所有证据；第三，保护好你的孩子。阿姨好，您过来了。明宇啊，你下班了，饭做好了，来吃。明天吗？明天？明天？什么是明天？爹，妈说了，先稳住他，那笔借款的事儿让他主动提，只要他提还钱，我们就有证据说他只认钱不认情，到时候法庭上用得着。他们在下棋。我也是。亲家母来了，快请进。嫂子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帮清河带孩子。清河啊，上次手术的钱5万块，我记着呢。你看，借条的事儿，借条在我这儿，1年到期归还，还有8个月。清河，都是一家人，写什么借条？你让明宇写的时候，他爸都觉得没面子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跟面子没关系。亲家母，清河这钱是我给他的嫁妆里出的，既然是借，那就按规矩来。我们清河不是不讲情分的人，该出的他出了，但规矩不能乱。嫂子，这是我们小辈的事儿，小辈的事我本来不想管，但你们陈家这2年向我女儿伸了几次手了，彩礼18万8，你要拿去凑首付。表弟结婚借5万，你手术借5万，加起来20万8了。我打听了一下，你们家给雅婷结婚出了20万，给明宇结婚出了多少？那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？都是你的孩子，给女儿20万，给儿子出的彩礼是找我们家要回去的，甚至连手术费都要让我女儿借。亲家母，你这碗水端的也太不平了。你一个开小超市的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开小超市怎么了？我开小超市15年，供我闺女读完大学，给她全款买了学区房。亲家母，你的存款够全款买房吗？你送回来！你别太嚣张了！阿姨，有钱了不起啊？了不起不了不起不好说，但起码我不会让我闺女去刮别人家的钱。走，不跟这种人说了。苏清河，你等着，这个婚你别想好好过了。喝点水，别气了。早就想说了，忍了2年了。清河，你把借条收好，这笔账迟早要算的。
苏清河，你妈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你知不知道我妈气的血压都高了？你妈来我家逼我免借条，我妈说了几句实话，谁的错？什么实话？你妈说我们家刮你家的钱，难道不是吗？自己算算，这2年你们家从我这儿拿了多少？那是借的。对，是借的，所以有借条。你妈恰恰是想让我撕了借条变成白拿。苏清河，你变了。我没变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不傻了。你敢威胁我，你别后悔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陈明宇再未回家。苏清河，你老公最近在看房，在城北看了几套小户型，单价不高的那种，好像是要买。他哪儿来的钱？他工资8000，存款基本为0。他妈不是天天喊着没钱吗？不知道，但他看的那个楼盘最低首付要15万。15万，王秀芬说家里没钱，那么这笔钱只有可能来自一个人，陈雅婷，那个嘴上说着手头紧，却能买3万块包的姐姐。她老公在住建局，他们在帮陈明宇买房。为什么突然买房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们想在离婚的时候有房子可以住，不至于净身出户。他们已经在做离婚的准备了。清河，妈手里有90多万，我打算全款把这套42万的小房子买下。万一以后你们复合了，我总得有个自己的窝。妈，您就住我那儿。听话，你的路你自己走，妈就是给你兜底的。你好，请问是哪位？请问是苏清河女士吗？我是城南法院的书记员，这里有一份民事起诉状，起诉人陈明宇，被告苏清河，缘由离婚纠纷，请您在5个工作日内到法院领取传票和相关材料。好。郑律师，陈明宇起诉离婚了，糯米刚满6个月，他等不及了。我预料到了。接下来他的诉求会包括离婚、孩子抚养权、财产分割，他重点会要你那套房子的增值部分。如果他的起诉书里提到了你的精神状态，暗示你有产后抑郁倾向，你需要立刻去3甲医院做一份心理健康评估报告。好，我明天就去。妈，陈明宇起诉了，他的诉求里除了要分100万的房子增值款，还要退还18万8的彩礼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要抢糯米的抚养权。妈，我有点怕，我怕他们把糯米抢走。他们抢不走。凭什么这么确定？因为你有房有钱有妈，而他背后那个家看着人多势众，但撑不住的。陈德胜退休金3000多，王秀芬没有收入，陈明宇工资8000，雅婷的老公虽然在住建局，但那是在最基层，工资也不高。他们全家加起来养自己都费劲，还要养我们家糯米。法官又不傻。妈，你什么时候打听这些的？从你告诉我陈雅婷查你房产信息那天起。清河，记住，有妈在，谁也别想欺负我闺女。清河，我不想闹到法庭上。是你起诉的，我妈逼我的，你知道的。你每次做错事都说是你妈逼的。陈明宇，你今年31了。如果你愿意和解，和解条件是什么？房子不争了，但糯米跟我姓陈，抚养费你每月出2000就行。对，孩子跟我姓陈，这事儿就了。他出生证明上写的是苏，你是想先上法庭争抚养权，争赢了再改回来？户口还没上，改姓很简单，我说了算。不行，
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提的条件，明天就会变。你今天说房子不争了，明天你妈一句话你又变卦了。我不信你的话。苏清河，法庭上见吧。去吧，妈等你回来。双方身份信息核对无误，现在请原告陈述。审判长，原告陈明宇与被告苏清河于2022年5月登记结婚，婚后感情确已破裂。第一份证据，微信聊天记录，说明双方长期分居。第二份证据，原告工资流水。第三份证据，知情人证词，证明被告经常情绪不稳，疑似产后抑郁。第四份证据，物业费、水电费缴纳记录，证明原告对婚姻住房有实际贡献。他可能通过其他渠道独缴了一部分，或者用他的银行卡代缴了一次。被告方进行答辩和举证。审判长，被告苏清河不同意离婚，但如果法院认定感情确已跑裂，被告接受离婚，但不接受原告关于财产和抚养权的诉求。现在进行举证。第一，婚前购房合同及付款凭证，证明房产为被告婚前个人财产。第二，被告名下完整的水电物业缴费记录，证明除原方代缴的一次外，均由被告承担。第三，3家医院心理健康评估报告，证明被告精神正常。第四，陈雅婷违规查询不动产信息的单据。第五，原告母亲王秀华在家庭群的发言截图。第六，陈雅婷发给原告的微信截图。第七，原告咨询律师分割房产增值的截图。第九，婚后家庭支出明细及发票。第十，被告母亲照护记录的票据。原告方，这份违规查询不动产信息的证据，你方如何解释？这张单子上盖章的新城信息咨询公司，已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被立案调查。原告姐姐不仅侵犯隐私，更说明原告家庭一直在预谋侵占被告个人财产。原告方还有其他证据要提交吗？暂时没有了。被告方呢？审判长，我有话说。我和陈明宇结婚2年，这2年里，他的母亲先后以买房、借钱、手术为由向我索取财物。发现我有婚前房产后，先逼我加名字，加不成就用离婚威胁我。他姐姐违法查我房产，他自己偷偷咨询律师怎么分我的房子。我不反对离婚，但我的房子是我母亲多年辛苦换来的，我的嫁妆是母亲给我的生活保障，孩子是我10月怀胎辛苦生下的，这些谁也不能拿走。苏清河，那些证据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？从你让我拿彩礼买房那天起。那么早？对，我妈教我的。嫁人之前，先学会保护自己。我以前是不是对你很差？不算差，就是从来没有把我放在跟你妈一样的位置上。你对你妈言听计从，对我永远是最后考虑的那个人。糯米，糯米不会给你的，你可以看他，可以陪他，但抚养权在我这里。你能养好他吗？我有房子，有存款，有我妈。你呢？你有什么？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，不恨，但也再也不爱了。青青，你是青青吧？你来干什么？青青，
爸听说你要离婚，谁告诉你的？你婆家那边。你跟我婆家联系？青青，不管怎么说，爸也是你爸。离婚的事，你那房子……停！你来是为了房子？不是，爸就是关心你。你从来没关心过我。你把家里所有钱输光了，欠了一屁股债跑了。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。你现在来，不就是因为听说我有套100多万的房子？青青，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你没资格当我爸。你是不是收了陈家的好处？你让他们失望了。这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是产权人，不是出资人，你没有任何权利。妈，我爸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被陈家找来的，为了房子。他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不知道，可能陈家给的地址。行，你别管了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妈，听话。我告诉他，如果他再来骚扰你，我手里还有他当年借高利贷的欠条，债主们很乐意知道他的下落。妈，你真的还留着那些欠条？留着。当年那些债主追上门，我替他还了30万，欠条在我手里。后来他消失了，那些钱就算我替还的。30万，那时候的30万，是我攒了5年的钱。 5年心血给了赌鬼，又花10年重新攒出来，再花15年给我买了房子。妈，行了行了，多大的人了。 判决下来了，准予离婚，抚养权归我。房子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，不予分割，全部驳回。恭喜，谢谢。对方可能会上诉，你的证据链是完整的，2审基本不会改判。嗯，随便。 妈，赢了。
怎么啦？你妈买的那套老小区正式列入拆迁名单了，今天公示的，按照补偿方案，原地置换一套75平的新房，市场价大概130万左右。真的，千真万确。还有你自己那套也涨了，地铁2号线延长线提前通车了，你们小区最新挂牌价310万。苏清河，你妈这辈子最成功的2笔投资，一笔是你的学区房，一笔是她的老破小。不，他最成功的投资是我。他说的。为什么有将近2年的空窗期？生孩子。孩子多大了？家里人帮忙带吗？方便加班吗？9个月，我妈帮忙，方便。需要的话晚上也行。你之前在4大实习过，驻空过了几门？大3在德栋实习了半年，全过了。你的条件比我们的岗位要求高不少。我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条件不是最重要的。行，明天来上班。苏清河，之前那些经历，是不是把自己磨出来了？差不多。你的能力不只做财务主管，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干活。行。但我要提前告诉你，我们公司明年要上新3板。到时候财务这块会很忙，也会很重要。你如果愿意留下来，我保你一个财务总监的位置。谢谢方总。别谢我，谢你自己。苏清河，你气色好多了，跟当初怀孕的时候简直2个人。那时候你瘦得跟鬼似的。瘦的不是因为孕吐，是因为心情不好。现在呢？现在挺好的。前夫呢？有联系吗？每个月转抚养费2000，准时。小气鬼，比不给好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糯米生日啊。还是什么日子？什么？ 30年前的今天，
妈生了你。妈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有什么好说的？等了30年，终于等来一个跟我闺女同一天生日的外孙女，命里注定的。妈，生日快乐！你才是。你前婆婆来过了，来求你。陈明宇出事了。陈明宇被骗了，跟朋友投资区块链，钱全没了，还背了35万贷款。他开口就是20万。我说青青不在家，他就走了。妈，他有没有提那5万块的事儿？没有，一个字都没提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苏清河，妈求求你！王阿姨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好歹是糯米的妈，一鸣是糯米的爸，他要是出了事，糯米怎么办？他出了什么事？被骗了，谁让他贪心？王阿姨，上次那5万块借条到期了，什么时候还？借条上写的1年到期，已经过了3个月了，我可以再宽限1个月。1个月后如果还不上，我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讨。你，苏清河，你这个白眼狼！白眼狼，嫁到你们陈家2年，你向我要了28万8千块。我的房子你要加名字，我的嫁妆你要拿走，你大女儿违法查我的信息，你儿子偷偷找律师想分我的财产，到头来你叫我白眼狼。王阿姨，您好好算一笔账，这段婚姻里是我亏了还是你们陈家亏了？第57份证据，虽然已经用不上了，但我妈说凡事留底。每个人做了什么选择，最终都会收到对应的结果，不是报应，是因果。你女儿真可爱，叫什么名字？苏诺。姓苏，跟你姓？对。我女儿的孩子也跟她姓。她当初也离了婚，前夫家条件不好，一直想占她便宜。她妈，也就是我，给她兜了底儿。跟我差不多。后来她自己创业，做得特别好。去年公司估值过了5000万。她每次跟我说：“妈，你当初逼我存钱是对的。”我妈也是。你妈也很厉害吧？我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女人。那就足够了。苏清河，过来。这束花应该给你。这3个月你干的活是3个人的量，没有你，这个牌挂不上去。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，聊聊你的股权期权。谢谢方总。吃，专门给你做的。
你现在月薪多少？加上奖金，1个月差不多3万5。有股权，值多少？还不好说。如果公司做得好，可能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。你知道妈最高兴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挣多少钱。妈，你这辈子太苦了。苦什么？我有你，有糯米，还有一套要拆迁的房子。妈妈，这里好大，那姥姥呢？姥姥在家等你放学啊。那我每天都要回家，不然姥姥会想我的。好，每天都回家。